大家好，我是林佑丽，请现在拿出您的健保卡，翻到背面仔细看一看。全台湾2300万乡亲几乎人手一张，但若您只当它是看病挂号的证件，那就真的亏大了。您可能正让每年本该属于您的福利白白流失。这张卡的芯片里其实藏着一组黄金密码，只要您的年龄、居住地或身体状况符合特定条件，它就会瞬间变身。不仅是现金储值卡，存着政府为您准备的补助，更是开启顶级医疗服务的免费通行证。政府每年都透过这张卡，悄悄向符合资格的长辈发放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补助。但据统计，太多长辈完全不清楚这些权益，结果让原本为您准备的福利又默默还给了政府，实在令人心疼。在开始今天重点前，想请您帮个小忙。如果是首次来到健康永驻频道，或还未订阅，请花1秒钟点击下方订阅键，并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对健康与荷包有帮助的实用资讯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破解第一个，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黄金密码。这个密码跟您的年龄锁在一起，它是一个叫做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福利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免费全身健康检查。我常常听到很多叔叔阿姨说，觉得自己最近好像比较容易累，或者担心血压、血糖是不是有点高，就自己跑到诊所，跟医生说想要抽个血、验个尿、检查一下肝和肾。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，您知道要自己从钱包里掏出多少钱吗？少说都要3000块，多一点甚至要到5000块新台币。可是您晓得吗？这笔钱啊，政府老早就准备好要帮您付掉了，而付款的钥匙就藏在您每天都在用的健保卡里面。根据国健署的规定，只要您年纪到了40岁，一直到64岁，每隔3年，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拿着您的健保卡，去特约的医疗院所，免费做一次完整的成人健检。那对于我们健康永驻频道很多65岁以上的忠实观众朋友们来说，这个福利更是直接升级。只要您年满65岁，恭喜您，这个免费检查从每3年一次，变成每年都有一次。请您一定要听清楚，是每年都可以做一次，完全免费。这个检查的内容可不是随便量量身高、体重就结束了，它非常实在，包含了血液常规检查，看看有没有贫血或感染；尿液检查，看看肾脏和泌尿系统；血糖、血脂、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、肝功能 GOT、GPT、肾功能肌酸酐等等这些最重要的指标。这些数字正是医生判断我们身体里有没有藏着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或者肾脏功能是不是在悄悄下滑的最核心证据。结果呢，很多长辈不晓得有这个管道，到了医院直接挂门诊，跟医生描述一些症状。医生当然会开立检查，但那些检查单子很多都是需要部分负担或者完全自费的。所以佑丽在这里要大声提醒大家，下次您去医院或诊所，记得直接走到预防保健的柜台，或者当医生问您哪里不舒服时，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医生，医生，我想用国健署公费的资格做成人健康检查。这时候，您只需要刷一下您的健保卡，刚才说的那一大笔几千元的检查费用，瞬间就归零了。您通常只需要负担几十元到100多元的挂号费，甚至在很多地方卫生所或者社区医院为了鼓励大家来做，连挂号费都帮您省了。您说，这不是实打实的隐形收入是什么？这就是政府为了让我们能早点发现慢性病，早点开始控制而设下的美意。我们如果不知道，不去用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吗？紧接着，佑丽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黄金密码。这个密码的价值，我认为比第一个还要高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最害怕的疾病，所以我叫它救命密码。这就是政府为特定族群准备的5大癌症免费筛查。癌症在咱们台湾已经不知道连续多少年排在10大死因的第1名了，而癌症最怕的就是发现的太晚，早期的筛查费用通常又贵得吓人。比方说，做一个低剂量的肺部电脑断层扫描，或者做一次无痛肠胃镜，自费起来动不动就是5、6千，甚至上万元新台币。很多长辈心里会想，身体好像也没怎样，花这个钱好浪费，于是就拖着，往往拖到身体发出严重警报了才去检查，那时候情况通常就不太乐观了。但其实，您的健保卡里早就内置了5种常见癌症的免费筛查资格，只要您的条件符合，一刷卡，这些昂贵的检查就能免费做。佑丽特别挑其中最关键的2个来跟大家说。第一个是大肠癌筛查。
大肠癌是台湾发生率第一的癌症，但是好消息是，它也是最容易通过早期筛查发现并治愈的癌症。政府规定，只要是50岁到74岁的民众，每2年就可以免费做一次定量免疫法粪便潜血检查。这个检查方法超级简单，一点也不麻烦，医院会给您一套采检管，您在家就可以轻松取样，然后送回去检查就好，完全不痛不痒。万一检查结果出现阳性反应，政府还会更进一步，帮您安排免费的大肠镜检查，把问题彻底查清楚。第二个是近几年才新增的超级重磅福利，肺癌筛查。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癌症，用传统的胸部 X 光很难在早期就抓到它。现在政府针对2类高风险族群，提供每2年一次的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，您自己自费去做，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。但只要您符合资格，比如说您的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曾经有人得过肺癌，这就是所谓的家族史，或者您自己是老烟枪，吸烟史达到一定的年数跟数量，您就可以享有这个完全免费的保命检查。这不仅仅是省下真金白银，这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救命的机会。请大家一定要主动去家庭医学科或健检中心，问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癌症筛查的条件。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，或者觉得自己没事，而错过了这黄金般的早期发现机会。讲完了关乎健康的检查密码，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最直接能让您银行账户里的钱变多，或者让您每个月要缴的钱变少的现金密码。这第3个条件跟您户口名簿上登记的户籍地紧紧相连，这部分内容直接关系到您的荷包，是实实在在的现金补贴。我们要说的就是老人健保自付额的补助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台湾，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，每个月的健保费是固定要缴的。对于大多数65岁以上已经退休的长辈来说，如果您是依附在有工作的子女名下投保，每个月大概要缴826元左右的保险费，一年累计下来就是9912元，差不多就是1万元的开支。这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退休生活来说，确实是一个负担。但是，政府为了体贴长辈，全台湾有许多县市政府，特别是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这6个直辖市，还有像基隆市等等很多县市，都推出了老人健保自付额补助的政策。这个政策的核心精神就是，只要您的户籍设在这些县市满一定的时间，通常是1年以上，并且您最近1年的综合所得税税率没有超过一定标准，一般是 5% 以下，或者您只要年满65岁，政府就会主动帮您缴交这笔每个月826元的健保费。请注意哦，是自动减免，理论上您不需要每个月拿着缴费单跑去申请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陷阱，也是佑利今天要特别用最大声量提醒大家的避坑重点。很多长辈的健保是挂在儿女的公司行号底下，保费每个月是直接从子女的薪水里面扣掉的。当长辈符合了县市政府的补助资格之后，健保署那边就会把这笔缴费单给注销掉，不会再向您子女的公司请这笔款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有些公司内部的财务系统作业没那么及时更新，或者子女们自己忙，也没仔细去看每个月的薪资明细条，导致的结果非常可怕。政府那边已经帮您的爸爸妈妈免缴了这笔钱，但是子女的公司这边却还持续每个月从子女的薪水里面扣那826元，这就造成了重复扣款，政府的福利您没享受到，钱反而被多扣了。这种情况真的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普遍很多。所以佑利恳求所有观看这篇文章的长辈，今天看完之后，立刻马上做一个动作，打个电话给您的儿子、女儿，请他们把最近这几个月或最近这1年的薪资明细单拿出来，仔细看一看上面代扣健保费的那个栏目。如果您已经确定自己年满65岁，而且也涉及在那些有补助的县，是满1年了，就请您的孩子确认一下薪资条上是不是还在扣眷属的那一笔826元。如果发现竟然还在扣，请不要犹豫，立刻请子女去向公司的会计或人事部门反映，或者直接向健保署申办退费。这笔钱是政府要还给长辈的福利，绝对不是公司该多收的钱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追回来。您想想看，1年1万元，如果被多扣了5年，就是5万元，10年就是10万，这绝对不是一笔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过去的小数目，这是我们辛苦一辈子应得的照顾，一定要拿回来。除了上面这3个最重要的黄金密码，
其实您的健保卡里还藏着一个针对特殊状况的隐藏大招，它充满了人情味，叫做居家医疗照护。我们人都要老，年纪大了，难免会有腿脚不那么利索的时候，甚至可能因为生病或开刀，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。一旦身体不舒服，需要回诊，那简直就是全家人的一场硬仗。要叫救护车或者全家总动员，把长辈抬上抬下，舟车劳顿，长辈痛苦，家人也累垮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健保署推出了居家医疗服务。只要家里的长辈因为失能或者是疾病的关系，真的很难外出看病，就可以去申请这项服务。申请通过之后，医院或诊所就会组织一个专业的团队，里面可能有医生、护士、药师，甚至还有营养师。他们会定期像朋友一样，带着基本的看诊设备和药品，直接来到您的家里。医生可以坐在长辈的床边，仔细的问诊，听心肺，检查伤口，开立处方，药师之后再把药送到家里来。整个过程，您只需要准备好健保卡，支付一点点象征性的医师访视交通费，大约100-200元和挂号费，其他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健保都会负担。这不仅省下了往返医院的计程车钱，家人的请假时间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长辈可以在自己最熟悉、最安心的环境里接受治疗，维护了长辈的尊严和舒适感，也大大减轻了家人的照顾压力。这是健保卡里最暖心、最体贴，但也是最不为人知的功能之一。如果您的家里有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长辈，请一定要主动去住家附近有提供这项服务的大医院或诊所，问一问居家医疗要怎么申请，越早了解就越能未雨绸缪。好了，今天林佑利帮大家做的健保卡解密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。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，您手上这张蓝色的卡片真的不只是一张看病的通行证而已，它的背面藏着政府为我们精心准备的4大福利。第一，用您的年龄当钥匙，去开启成人预防保健，每年帮自己省下几千块的体检费，稳稳地看住自己的血压、血糖和肝肾指数。第二，用您的风险条件当钥匙，去启动5大癌症筛查，把那些贵森森的癌症检查，像是大肠癌粪便检查、肺癌电脑断层，都变成免费的，这是真正的省钱又保命。第三，用您的户籍地当钥匙，去激活健保费补助，每年稳稳拿回将近1万元的现金，并且一定要记得去检查子女的薪资条，守护好自己的权益，不让重复扣款的事情发生。第四，用长辈的身体状况当钥匙，去申请居家医疗，让专业的医疗团队到家里来服务，享受最贴心、最便利的 VIP 级照顾。所有这些福利都是我们作为纳税人应该要了解和享有的权益，也是政府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安心养老所投入的资源。但是资源永远是这样的，它就在那里，但只会留给那些知道它存在，并且愿意伸出手去拿的人。如果您不知道，政府不会特地打电话通知您。如果您不去用这些免费的名额和预算，时间到了也就失效了。佑利真心希望透过今天这么详细的讲解，能够帮大家打破这个信息的落差，把这些原本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福利，统统变成守护我们健康的坚固盾牌，以及充实我们荷包的真金白银。现在就请您根据佑利刚才说的，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和家人的状况。今年度的免费健检去做了吗？到了年龄该做的大肠癌筛查完成了吗？最重要也最实际的，家里65岁以上长辈的健保费是不是真的已经减免了？子女的薪水有没有被多扣？请您一定要行动起来，去医院的家医科问一问，去乡镇市区公所的社会科问一问，打电话到健保署去问一问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也不要怕麻烦，因为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您和您家人的权利。如果今天佑利分享的这些内容，哪怕只有一点，让您觉得原来可以这样省到钱，或者这个资讯对我家人有帮助，那么佑利在这里想请您帮个小忙，不要吝啬给您手上的一个赞，您按下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们健康永驻频道最大的鼓励，也是督促我继续去挖掘更多藏在条文规定里的实用福利，分享给大家的最大动力。同时也恳请您动动手指，将这篇文章分享出去，转到您的家庭群组、好朋友的聊天室或者社区的邻居群里面，提醒您身边更多的长辈朋友们，特别是那些总是省吃俭用、舍不得花钱做检查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，告诉他们，您的健保卡里有政府送的免费礼物，不去用真的太可惜了。
最后，佑丽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，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健康永驻频道，请您现在就点击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林佑丽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着大家，把最复杂难懂的政策变成最容易理解的说明，把最实惠的福利送到您的面前。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当一个既懂得照顾健康，又懂得精明规划生活的快乐银发族。谢谢大家的耐心阅读与陪伴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